来吧，展示你的锋芒，别害怕受伤，别提前翱翔。奥利。爱注定的旧的毁掉，地老天荒。爱未曾融合，微笑所风沉重。师父，我这一生短暂，所有美好的回忆都是师父给的，能死在师父手里，我无怨无尤。幸好没有来世了。幸好没有酿成大祸。一凡，你要抱他去哪儿？我们必须把他的尸体压在这南华山下，让他永世不能回转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带他回家。虫子。 师傅，虫儿，我想成为像师傅一样真正的仙人。师傅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师傅，你看，我听你的话在好好练字呢。师傅，你有想要保护的人吗？
师父心怀天下苍生，从未想过自己。我想，既然师父守护天下苍生，那就由我来守护师父吧。怎么走到哪里，都是你的声音。你突然安静下来，紫竹峰顿时清冷了很多。好久没有陪你，回你喜欢的人间看看，也好久没有尝到你做的点心。书桌上的书摆放的太过整齐，我反而有些无所适从。你就算不想理我，还有酸你、小紫，都在等你回来。到时候，你再雕一个小虫子，放在我的雕像旁边，让他们彼此永远陪在身边，不被任何人打扰，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我就知道眼睁睁看着你训剑入魔，却无能为力。我不配当你的师父，不配。父亲，你莫不是在许我开心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洛阴凡最是疼爱的，怎么可能下如此狠手？就因为疼爱，这才大义灭亲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。心叹久久
只是没想到他恩师如此绝情，从此也算是死不瞑目了。父亲，你放开我！我要去南华，我要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弄清楚又如何？人死灯灭，你去了他也活不过来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不信。虫子那么喜欢他，他每天张口闭口都是他师傅。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啊？不是让他上，要被处死！罗云凡，你凭什么这么对虫子？凭什么擅自拿走他的命？只能说事关重大，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放。若换了是我也会这么做。父亲，放开我！我要去杀了罗云凡，杀了他，替虫子报仇！你杀得了他吗？以你现在的功力，能在他手下过一朝不死，已经是家门有幸了。那又如何？就算我现在杀不了他，我再修炼10年、20年，甚至100年，总有一天，我要亲手杀了罗云凡，我要他给虫子偿命。科儿，师父，你又去紫竹峰了？你明知尊者在那里下了结界，又何必？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去见他最后一面，却没想到，有人自己冷血也就罢了，连旁人的哀思也要阻止。我知道你心里郁闷，但事已至此，尊者也有他的苦衷啊。苦衷？比一条性命还重要吗？我知道，你为虫子不值，觉得他死于非命。可是那天若是尊者不出手的话，莫说是对南华，对整个仙界，恐怕都会损失惨重的。届时会是一场天地浩劫，死的可就不止他一个人了。那虫子就该死吗？那天下苍生又有何辜呢？对于殷凡来说，6界苍生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的枷锁。不论是对虫子，还是对6界苍生，稍有不慎，一步之差，那便是万丈深渊。他心里的苦，是你们无法想象的。他的牺牲也比我们所有人都大。一地而处，我只是觉得，没有人有立场责备他。我不明白，我只恨自己的无能。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尊者杀死虫子之外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可儿，无欲则刚。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，那就只有强大我们自己。我想，你这段时间也没有心气再去修炼了，不如就趁此好好整理整理思绪，争取在心境上能够有所提升吧。
治嗓皇室响声丸、护嗓皇室响声含片，传承经典，皇室响声邀您继续观看《虫子》。我尊，事情已经办完，虽然未能将圣剑夺回，但他们也没能将其成功净化。哼，剑没了，人也没了，我当真是有点想不到啊。那属下再去将剑抢回来，倒也不必。他的确是死了。哼，洛银凡果然如此狠心，和传闻中说的一样。人都死了，你这出戏还怎么演下去？魔尊，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继续等。逆伦当初也是3世成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不介意再多等些时候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我的子民离开这贫瘠荒芜之地，去到我们该去的地方。呼叫去六界碑做什么？沐月，我正准备去紫竹峰见下殷凡，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啊？这么些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有点担心他。天机尊者不必多虑，我方才看见护教尊者往六界碑的方向去了，想必是不想我们叨扰他，图个清静。再多给他一些时日吧。去六界碑？估计是不想让我们找到他。去六界碑，确实是一个清修的好地方。你说的有理，也罢，那我就不去自讨没趣了。神界有书曰：“六界碑应天而生，凡六界生灵，皆可祭碑立誓，令六界碑给予微薄回报。弟子别无所求，只希望能让我徒弟重子重生。如能如愿，弟子愿用余下生命潜心修行，复兴神界。”
朝一日，浩儿会这般上进。人是上进了，可离封魔也不远了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些事啊，还是拜某人所赐。其实，此刻最难受的，应该是他本人吧。我从未见过殷凡如此在意过一个人。虫子于他，绝不仅仅是一个徒弟。云姬，要不这时候你去陪陪他？人各有命，我不该趁人之危。更何况，我永远也比不过一个已经离开的人，这样于我，于他，都没有益处。我真是看不懂你俩的关系啊。也罢，你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定夺吧。我只有等他自己走出来，10年、100年，我都会等下去。师傅，那不是重华尊者陆音凡吗？小二，一壶酒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海神感念重华尊者救命之恩，一刻也未曾忘记。你认错人了。尊者且听海神细细道来，您确实未曾亲自救过我的性命，可您的徒弟虫子姐姐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是尊者救下的弃婴吧？我们道观也经常收留这些可怜的孩子们，广结善缘。还记得我当时中毒之时，虫子姐姐出手相救。不仅如此，她还鼓励我开山立派，济困扶危。她还说，如果一定要感谢她的话，就把她师父重华尊者的画像挂在我的堂课里。虫儿，你究竟还为我做过多少事？虫子姐姐近来可好？请您帮我跟她说，她的话我未曾忘记，全都照做了。以后也会竭尽所能帮助我周围的人。她若得知，一定会很开心。你看我，耽搁了尊者这么久，尊者此番到人间，想必一定有要事在身，海生就不多打扰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海生一定随叫随到。对了，你可知道扬州文府？尊者也认识文老爷。他可是这儿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啊，街坊邻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都会找他。啊，前面就是扬州了，您到了那儿随便找个人问一下，准会有好心人带你过去的。多谢。12更，关窗关门，防偷防盗。公子，这天色已晚，你带着孩子赶紧回家吧。现如今妖魔横行，到处吸食百姓，还是小心为妙的好。这里不是一直很平顺吗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多少年没来这扬州城了？以前可以，现如今呢，不太平。这个地方被妖魔给盯上了。整日闹得百姓是人心惶惶。这海生道长虽然武艺高强，但他总不能常驻这扬州城吧？不瞒您说，我都打算带着一家老小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呢。年轻人，你听我的，赶紧走吧。不必搬了，扬州城接下来几十年都会平安无事，风调雨顺。
名其妙啊，这个人。深情若化为新秀，思念开12更。今生若擦肩而过，一眼怎看透？命运若注定不朽，又何惧执手？此心若自困为囚，谁又能逃脱？蓦然回首，终究无处停留。只盼光阴逆流，再入你眼眸。一生所求，一世相守，爱恨欲罢难休。天明捉弄，燃尽灯火，月光晃晃照我。往事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，就是再还你一个普通的人生，让你平静地过这一生。我希望你忘记我，忘记过往的一切，幸福平顺。这一次，你我还是不要再相见了。我会用尽一切方法护你一生平安。前方便是扬州了吧？看着好像也没有魔族出现的影子，真是难得。还不是因为有尊者亲自镇守。不过这说来也奇怪，尊者对扬州这一块那是格外重视，每次巡视都会特地经过此地。重华尊者。 好了，阿紫饿不饿啊？来，吃一块你最爱的绿豆糕。
阿紫，就在爹娘身边玩，别乱跑，这里不比城里。哎呀，不用担心，这里可是扬州，出不了什么岔子。去玩吧。老爷，你平日里惯着阿紫倒也罢了，但这种事上不能掉以轻心。夫人多虑了。阿紫，我在这里，姐姐。哎呦，我的小淘气，我们回家了啊！哎，走。尊者，尊者。哎，云凡，你整日巡视人间。很久都没有你的消息了，今日你难得有空，不如留下来小叙片刻，可好啊？我还有事。听说殷凡将那个孽障的尸体埋在了南华的至阴之处，永绝后患。做得不错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自从那个孽障死后，殷凡算是彻底的成长了。你看，有点仙尊的样子了。是福是祸，犹未可知啊。当然是福了。老伯啊，仙尊慈悲，不会在意您上什么香，何必破费呢？就是啊，妖魔作恶，唯我扬州得仙尊的庇护。我们先祖啊，依传言的描述，画上仙尊像，建仙尊庙，我等自然要奉上最好的香火。我也来一炷好香。文大小姐，文老爷的病怎么样了？文大小姐，上次我们送的草药有没有用啊？要是有用的话，我再到城外的山上去采一些回来啊。现在扬州城外也不安全，还是小心些为好吧。文老爷德高望重，平常与人为善，又有仙尊的庇佑，肯定会安然无恙的。对啊，是啊。仙尊福佑我爹渡过难关，文府上上下下平平安安。温子渊每年都来供奉，身体力行，继承仙尊风范，日日行善，造福天下。仙尊慈悲，保佑我家老爷身体康健，大小姐平安顺遂。文伯，我怎么觉得这画上的仙尊看着那么亲切啊？好像小时候就有见过。大小姐又拿文伯开玩笑了，那南华仙尊怎能随便下来呀？我肯定是见过的，不是传闻有说有人曾见过仙尊吗？说不定我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呢。要照这么说，我老头子指不定什么时候也能见到仙尊了。哎，这
们不会当真觉得这有仙尊庇护？哪里来的狂徒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赶紧放下！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对仙尊不敬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你，今日是我们1年1度供奉仙尊的日子，你要是触动了仙尊，会连累我们大侠跟你一起倒霉的。对呀，就是啊，可不是嘛！这扬州城外到处都是妖魔鬼怪，就咱们扬州没事。你说仙尊不忽悠我们，那为什么妖魔不敢进来？就是啊，对，说说看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啊。乡亲们，你们别激动啊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我不是个坏人，我是个好人，我真的是个好人。好人也不能这样啊！苹果。各位叔叔伯伯，听文子一句，如此大好吉日，实在不宜在仙尊面前动手。况且这人无知，但却也没有什么坏心。你还是赶快走吧，这里不欢迎对仙尊不敬之人。出去，走，出去，不欢迎你！快走，快走，快出去！不欢迎你，快出去！出去！真撒野！又要感谢你一次了。文子不懂，方才你我只是初见，何来又字一说？姑娘不必在意，或许只是因为你长得太像我认识的一位故人，一时认错人了。这位公子，我看你不像是本地人，应该是刚从外面回来。那你更应该知道我们扬州城平安的可贵，我们能有这样安稳的日子，全是拜诸位南华仙尊所赐。你实在不应该对他们出口不敬。你当真觉得南华的仙尊有这么好？那是当然了。下个月初1是南华山5年1度招徒的日子，所有年轻有志的人都会上南华山。你要不要去试一试？这位公子说笑了，那里岂是常人说去就能去的？若是你的话，一定可以。好了，你别再说胡话了，我还要收铺子，你也早些找个地方安置一下吧。我是个好人，我不会骗你的。爹，您怎么又咳嗽了？爹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恐怕是时日无多了。爹，您别这么说。阿紫今天还去庙里拜了南华的仙尊，有他们保佑，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好。爹没什么可遗憾的，只可惜你娘走得早。如她现在能看到你独当一面的样子，不知该有多欣慰。爹，您就好好养病，家里的事儿都交给我，我一定会替您看好这个家的。我们阿紫真的是又能干又聪明。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在爹的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孩子。阿紫本来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孤儿，是爹娘把我养得好，真心待我，这些阿紫都记在心里，永远都不会忘。也不知道南华的仙尊能不能听到我的愿望。不过儿时救我的仙尊的确和今日的画像十分相像，
也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，是不是真像大家描述的仙境一般啊？深情若化为星宿，思念曾遗留。今生若擦肩而过，一眼怎看透？命运若注定不朽，又何惧执手？此心若自困为囚，谁又能逃脱？蓦然回首，终究无处停留，只盼光阴逆流，再入你眼眸。一生所求，一世相守，爱恨欲罢难休。天明捉弄，燃尽灯火，月光晃晃照我。往事漂泊，深情总千万种，此后岁月空匆，离人何时相逢？前尘旧梦，难料因果，离合悲欢辗转，情丝纠缠，不忍斩断，唯愿朝暮相伴，春来秋往，一朝风云消散，你在心畔。